东航一架波音737-800客机坠毁，震惊世界。波音737近年来发生过哪些大事故？这对波音公司有何影响？中国的 C919 国产客机能否顶替？据官方媒体报道，3月21号，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于广西梧州上空失联，最后确认坠毁并引发山火。东航已确认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目前，现场救援、善后处置及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仍在进行中。这次事故不仅牵动着中国人民的心，还有不少网友惊呼：怎么又是波音737？资料显示，东航 MU5735 航班由 B1791 波音737-800执行，该机注册号为 B1791， 2015年6月22号交付东航云南分公司。也就是说，该飞机目前已经服役6.9年时间，以设计寿命来看，正处于壮年。据公开信息来看，东航坠落的737-800在中国一共有719架。该飞机属于第3代波音737系列，机身长39.5米，高12.5米，续航5600多公里，载客162人左右。其中，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就持有43架波音737-800型飞机。昨日，从中国东航方面获悉，东航空难发生后，东方航空目前已经将该公司所有737-800执行航班的飞机全部控制在地面，空中的航班落地后不再执行航班。众所周知，波音公司作为民航霸主生产的双发载体客机，波音737飞机是民航界史上最畅销的客机，也是全世界数量最多的民航客机。曾几何时，世界上平均每秒钟有1250架波音737正在飞行，每5秒就有1架进行起降。然而，近年来，波音737系列客机连续发生意外事故，关键机型禁飞，波音引以为傲的737客机系列的性能正遭遇越来越多的安全质疑。比如说，2018年印尼失航波音737 MAX 8飞行之后仅13分钟就坠海，此次 JT610 航班载有189人无一生还。而这场空难过后不到半年，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该机型的客机从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起飞，飞机起飞后不久，在距离起飞地约45公里的比绍夫图附近坠毁。机上载有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事故造成157人死亡，其中有8名中国人。然而，半年内发生2起空难，涉事机型都是737 MAX 8。波音公司也面临着来自遇难者家属的多起诉讼，被指控对737 MAX 的设计、生产和认证疏于监管，并且在第1起空难发生后没有停飞 MAX 机型。于是，当时时任美国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尼斯·米伦伯格后来承认，空难的原因是波音737 MAX 机型安装的 MCAS 系统设计缺陷。随后，该机型在2019年3月起全球停飞，目前在中国尚未恢复运营。接下来不到1年时间，一架乌克兰客机在德黑兰霍梅尼国际机场附近坠毁，机上载有170名乘客，飞机型号为波音737-800。起飞后很快在机场附近的帕兰德地区坠毁，机上所有人员全部遇难。而乌克兰驻德黑兰大使馆称，这架客机并非被击落。该使馆在一份声明中明确表示，根据初步信息，坠机事故由技术原因引起的发动机故障造成。此外，2021年1月9号，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500客机从首都雅加达起飞后不久失联，随后被发现坠毁在雅加达附近海域，机上共有56名乘客和6名机组成员无人生还。这一系列的事故，很显然，这让乘客们对此安全性产生了怀疑。直到现在，也还有很多人会谈机色变，也让人们不禁好奇，为什么波音737出事故的频率这么高？美国国会是这样表示的：由于波音公司急于生产，忽视内部安全问题，并隐瞒包括飞行员培训、需求等关键变化，这些是造成多起事故的原因。美国国会还指责美国联邦航空局存在包括过度授权波音的监督失误。尽管后来波音公司的安全专家表示，造成737 MAX 事故的直接原因已解决，但再次发生的空难事件难以让波音737 MAX 再次在中国实现复飞，恐怕也会让波音公司再次深陷泥沼，损失巨大。在那之后，波音737 MAX 的订单量急速下滑，公司的业绩也瞬间坠入谷底。一系列的调查与客户赔偿也让波音的资金状况更加糟糕。
而在此次东航事故后，国内也掀起了对波音客机的声讨。此时的东航 MU5735航班救援行动仍在进行中，官方也报道了最新消息。事故现场散落飞机部分残骸以及散落的烧坏的身份证件和钱包等物品，但仍未发现失联人员和飞机的黑匣子。也就是说，在未分析黑匣子之前，事故原因还未知。不过已经有一些呼声呼吁中国尽快淘汰掉波音737系列客机，采用国产 C919 客机。虽说 C919 目前还没拿到适航证，但飞国内航线是没有问题的。那么 C919 能否来救火呢？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商飞的 C919 客机的确即将量产，也是中国首款完全按照国际先进适航证标准研制的单通道大型干线客机，具有中国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据相关人士爆料， C919 客机的订单数量将超过1000架，而这1000架客机的订单将会获得不低于600亿美元的市场订单，同时也成为全球唯一一款还处于试飞阶段就获得采购订单的干线载体客机。此外，这款飞机的批量投产意味着 C919 客机也将会成为波音737和空客 A320 的主要对手，同时还可能有机会打破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公司在中国民航客机市场上的垄断。而作为一款中国国产客机， C919 客机除了在技术上具备一定的优势之外，更多的还是具备较高的性价比，这就是其他机型无法比拟的后发优势。中国作为世界新崛起的航空大国，显然不会坐视中国航空市场被国外产品所占据，因此才会不断加速国产 C919 客机的试飞计划，以及推动 C929 干线宽体客机的研发计划。按照预定的计划， C919 客机的国产化程度会逐渐加快，预计在2030年 C919 客机真正意义上进行大规模量产的时候，其国产化比例将可以达到70%以上。当然，现在就谈 C919 全面替代波音客机还为时尚早。空难事故虽然给波音的声誉造成打击，但 C919 民航飞机最早也得2022年才交付，稳定市场还需要时间。虽然波音受挫，但短期内 C919 仍难与波音抗衡，因此在国际市场上，近几年空客继续与波音占据市场大头的局面也很难改变。另外，在民航领域的经验上，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依旧很大。就连 C919 的发动机还是美国通用公司制造的，换句话说，美国随时可以给 C919 客机卡脖子。不过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民航市场成为 C919 客机最大的支柱，在未来的战略上，中国民航已经使波音感受到了威胁。香港亚太经合组织贸易政策集团执行董事戴维多德维尔曾在南华早报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波音的困境加深了华盛顿对中国大飞机时代到来的恐惧》的文章，指出中国民航大飞机 C919 与中国制造2025战略让美国倍感威胁。文章称，国际航空市场长期是波音与空客两强争霸的格局，而中国商飞 C919 民航飞机的出现很可能会打破这个格局。北京的最终目标是将外国民航飞机赶出中国。有分析认为，商飞的 C919 出现就是为了打破两家公司的民航客机市场垄断。据获悉， C919 目前已有上千架的订单。